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爸是身价千亿的上市集团董事长，我是装穷摆烂的富二代。在同事眼里，我只是一个有点小钱、风度翩翩、风趣幽默的大帅哥罢了。当我以为可以继续以普通人都身份跟同事相处的时候，突然空降了一个部门经理，自称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，睡了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，并且扬言要把我裁员。但是他是董事长的儿子，那我是谁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正在跟同事发消息讨论足球赛，部门总监突然拍了拍手，笑得讨好。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经理林瑞达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我抬头看去，一位20出头的男人高傲地站在总监旁边，同事刘正奇悄悄凑过来，8成是个关系户，一来就把张哥的经理职位抢了。我不置可否，打了个哈欠。快下班时，同事照例刷起了微博，却不成想，椅子突然被人踢了一脚。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刘正奇陪笑着站了起来。我循声看去，新来的部门经理正冷着个脸，光拿钱不办事啊！公司不是你摸鱼的地方，扣你1天工资，再被我逮到，直接开除。说完后，他又看了刘正奇一眼，冷着脸走了。辛辛苦苦干了1天活，工作也完成了，临下班摸会鱼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看来这个部门经理是想拿人立威。刘正奇直呼倒霉。我跟其他同事面面相觑。下班后，我与同事3人一起去吃饭。刘正奇率先吐槽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刚点开微博就被抓包。另一个同事叹了口气，就因为这么一点就罚1天工资。新来的这个部门经理可不好惹，以后没好日子过了。应该只是想立威，不会一直这么严格。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但愿吧。没想到第2天一早，刘正奇又挨骂了，原因是他看见部门经理后没主动打招呼。公司要求端正态度，你就是这样端正的，不想干就直说。说罢，他开始训斥我们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以后见到我要喊林经理好，态度要端正。看着他这副架势，我心里陡然生出一丝不快。这么大的官威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他的奴才呢。我去厕所时故意经过他身边，假装没看见他。站住！林瑞达喊住我，我刚刚说的话没听见吗？见到我要打招呼，你是耳朵聋还是眼睛瞎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直接开队。我既不眼瞎也不耳聋，反倒是你，大清都亡了几年了，思想还这么封建，这么想听人喊你，咋地啦？上辈子是个皇帝呀！看见我这么下他的面子，林瑞达脸沉了下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景焕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没有本分躲闪和担忧。林瑞达冷笑一声，林景焕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自顾自地去上厕所。回来后，刘正奇悄悄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，刚，太刚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。他话锋一转，微微蹙眉，不过你这么对他，不怕他把你开除啊？我听总监说了，他后台可硬得很。我拍了拍刘正奇的肩，示意他放心。哥们，我也有后台，他不敢开除我。我也有后台，而且是最大的后台，除非是我爸开了口，要不然谁也别想开除我。刘正奇笑了2声，全当我在开玩笑，还叮嘱我以后要小心点，不要让林瑞达抓到把柄。我无奈地耸耸肩，说了我有后台，可是没人信啊。我在公司人缘好，自从我对过林瑞达后，之后的2天，他居然没再闹幺蛾子。
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轻易老实。果不其然，2天后，他当众奖给张傲成1块表，大家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只要肯好好干，我都有奖赏。张傲成谄媚的接过，一个劲儿的吹捧，保证以后会好好干。维林扒皮马首是瞻，应该是好好舔才对吧？我冷眼看着他装，整个部门就属张傲成最会偷奸耍滑，他可真是会挑狗腿。刘正奇搜了一下那块表的价格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我靠，这块表要25000多，顶我4个月工资了。整这么一出后，部门其他人都学会了点头哈腰，谄媚地喊着林经理好。我依旧我行我素，老老实实地干着自己的工作，全然无视林瑞达。主要是他不值得我舔，我还真不差这10万8万的。月底时，林瑞达提议去 KTV 聚一聚，他请客吃饭，以李傲成为头，一群狗腿子站出来支持。林经理霸气，跟着李经理有肉吃。我默默计划着周末要干的事，想着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下一秒，林瑞达直接断了我的念想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就顺带开个庆功会，算是工作，谁都不准缺席。说完，还特意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原来这是为我设的局呀！这下他算是踢到钢板了。我从来不怕关系户，因为我就是最大的关系户。刚到 KTV， 就看见林瑞达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，明明唱的比青蛙叫还难听，一群人愣是说这是天籁之音。林瑞达整个人都飘了，从包里拿出1沓现金，扔给其中一个狗腿子：“你最近表现得不错，这钱全当奖金。”林经理霸气，看到钱，狗腿子2眼放光。林瑞达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好好干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其他人更加卖力的奉承。林瑞达哈哈大笑：“也少不了你们都好处。”看见我默不作声吃果盘后，林瑞达冷哼一声，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在看蝼蚁。有些人啊，明明是个员工，架子却比经理都大，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脸。这种员工，我可是高攀不起，公司也高攀不起。你们之中有谁想和这种人当同事吗？林瑞达身边的狗腿一个比一个谄媚，当然不想，连上司都不尊重，这种人简直是道德有问题。林经理就是我们的主心骨，都听林总的，看来是想把我开了呀。我冷笑一声，平静地看着他们冷嘲热讽：“小林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林瑞达嘴角扬起轻蔑的笑，伸手想拍我的脸，我的火气顿时就上来了，直接握住他的手往下一翻。林瑞达霎时间就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，嫌不解气，我又踹了他一脚：“不好意思哈，我有应激综合征，刚才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。”林警焕，老子要杀了你！林瑞达被气得面目狰狞，我不在意的撇撇嘴，先爬起来再说吧。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句林经理，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争先恐后的去扶林瑞达。林瑞达咬牙切齿，对我破口大骂。我掏了掏耳朵，不愿意搭理这个蠢货，当着他的面离开了。林瑞达，我明天就他妈的开除你！这是我走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，可终究没能如他愿。第2天，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大摇大摆地从林瑞达身边经过。林瑞达气得牙痒痒，却拿我没办法。公司有个硬性规定，除非原则性问题，在年末结算业绩之前，不会裁掉任何一个员工。这是我爸为了招贤纳士特地想的法子。也正是因为种种人性化的措施，我家的公司才能稳步于世界500强。自从那件事后，部门同事几乎都躲着我走，只有刘正奇还跟我搭话。
林瑞达天天死盯着我俩，妄想以某些小错误为由把我们开了。幸好我跟刘正奇都是实打实的靠实力进公司的，工作处处小心谨慎，愣是没犯一点错。正当我逐渐享受上看林瑞达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时，他突然消失了。3天后，林瑞达还是没出现。刘正奇松了口气，幸好他走了，要不然年底肯定就被开除了。我有点纳闷，以林瑞达那种小肚鸡肠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们？不应该啊！事情如我所料，1个星期后，林瑞达风风火火地回来了，还特意公布了一个通知，为了防止某些蛀虫阻碍部门的发展，最近会裁员。林瑞达嘴角扬着轻蔑的笑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挑衅，能让上头发话裁员，看来林瑞达背后的靠山确实不小，是时候给我爸打个电话了，省得某些蛀虫阻碍公司的发展。刘正奇从茶水间回来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满脸都是绝望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我疑惑，怎么了？刚才听到裁员的事，你都没这么大反应。更可怕，你知道他们都在说什么吗？刘正奇满脸沮丧，说什么？董事长的儿子在我们部门。我心里一惊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没跟我爸打电话呢，怎么大家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？不应该啊！其实我也不是有意要，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要拖累我的，都是好哥们。不说这个，刘正奇故作轻松地拍了拍我的肩，哥们还是讲兄弟义气的，大不了一起烤地瓜去啊！我彻底懵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见我呆愣的模样，刘正奇以为我吓傻了。没事没事，林瑞达是董事长的儿子，又怎么了？顶多让咱俩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，又不是彻底断了咱的路。刘正奇又叹了口气，哎，早该想到的，要不是有董事长罩着他，咱部门总监也犯不着对他卑躬屈膝，还动不动就几万块的奖励，也只有富家少爷才这么有钱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林瑞达是董事长的儿子？这下我是真的懵逼了，他是我爸的儿子，那我是谁？对呀，他那几个狗腿子都知道了。原本我还不信呢，现在就连总监都默认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刘正奇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吓傻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确实有点被吓到了。这下真的是要给我爸打电话了。他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儿子？我妈知道吗？正准备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，迎面撞上了从茶水间出来的李傲成几人。哟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李傲成脸上满是小人得志的嘚瑟。我冷笑一声，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，怎么还想再被扣1年奖金？刚入公司时，李傲成觉得新人好欺负，试图把我辛辛苦苦做的提案划到自己名下，我当即举报了他。事后他被罚了1年奖金，可能到现在他也没搞明白，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讨回了公道。李傲成死瞪着我，咬牙切齿。等到这个月末，裁员名单一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。一个戴着眼镜的同事帮腔道：“李经理可是董事长的儿子，你惹了他，就等着被裁员吧。”刘正奇气不过，指着眼睛难开骂：“你小子就这么忘恩负义呀？当初你妈病重，继续用钱，警换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借给你20万。现在你就这么背刺我们？还有你！”刘正奇又指着另一个人：“林瑞达刚来时罚了你1个月奖金，你骂他骂的不是挺欢的吗？现在在这装什么装？你胡说！我对林经理一向是很敬仰的。”被林瑞达指到的人涨红了脸，赶忙反驳。话音刚落，林瑞达从办公室里出来，
在这吵什么吵？林景焕，反了你不成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裁掉？我假装害怕的后退一步，我好害怕呀，能不能不要裁我？林瑞达满脸轻蔑，看我的眼神如同看一条丧家之犬。现在后悔晚了，我的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马德，老子再也不玩抽象了，要不然真有人把我当沙币。其他人看我脸色难看，顿时间更得意了，还不快收拾收拾东西滚蛋？咋地啦？还等着保安把你轰出去啊？狗眼看人低！我正准备上前给林瑞达一拳，刘正奇冲我疯狂使眼色。奖金，奖金，我懂了。公司内部是不允许打架斗殴的，一旦发现就会被开除。开除和裁员的性质可不一样，被开除了，奖金就没有了。我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挑衅一笑：“你说裁员就裁员啊，人事部通知呢。”闻言，林瑞达冷笑一声，吩咐李傲成去人事部领通知。10分钟后，李傲成谄媚地把一张纸交给林瑞达：“通知在这里，现在可以滚了吧？”纸上面赫然是未跟刘正奇的裁员通知，就一张纸而已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胡编乱造的？要想让我走，就让人事部总监亲自通知我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满足你。林瑞达拿起手机打电话，让人事部总监过来一趟。其他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我冷眼看着他们恭维林瑞达，拐着弯的讥讽我。半个小时后，人事部总监匆匆赶来，见到林瑞达后，点头笑笑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林经理要裁掉谁，直接裁就好了，没必要特地知会我一声。”林瑞达得意一笑，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：“听见没？还不快收拾东西滚蛋！”人事部总监顺着他瞟的方向望去，看清是我后，吓得哆嗦了一下。整个公司知道我身份的人屈指可数，人事部总监就是其中一位。当时我就怕有不长眼的把我开了。是吗？被裁掉的人是我吗？我勾唇冷笑。人事部总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一拍大腿：“我真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上头说了，最近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候，不能裁员，不好意思了，少。”我朝他使了个眼神，人事部总监把剩下的那个爷字憋了回去，转头看向林瑞达，满脸严肃：“这个裁员申请我批不了，希望林经理能以大局为重。”林瑞达彻底呆了，满面都是错愕。他不明白，刚才还恭维自己的人，转眼间就换了个态度。其他人也是一脸莫名其妙。刚才让我滚的几个人，现在脸色难看的像是吃了屎一样。我笑笑，既然不裁员了，那我就回去工作了。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林瑞达：“你知道我们新来的部门经理吗？叫林瑞达。”我爸沉默了2秒，嘿嘿一笑：“这我哪能知道？小小的部门经理，又不是公司董事。”我长哦了一声：“那就好。我听别人说他爸是董事长呢，我还以为我突然多了个兄弟呢。”我爸的声音有点不自然：“你应该是听错了，可能他说的是某个董事的儿子。回头我问问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。我今天差点被他开除了，刚想跟我妈说呢。”“啊，他敢开除你？这是不用烦你妈了，我明天下个通知把他开了，竟敢欺负我儿子。”临挂电话前，我爸还特地叮嘱我，千万别打扰你妈，你妈在国外做调研，正忙着呢。我爸这反应很不对劲儿啊，难不成林瑞达真是他儿子？想了半天，我还是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，只可惜是忙音。我妈是个女强人，我爸虽然是公司董事长，但公司的主心骨却是我妈，大半股份也在我妈手里。
可能就是因为我妈是个女强人，物极必反，所以生出来我这么一个摆烂儿子。刘正奇为了庆祝自己没被裁员，非要请我吃饭。我瞅了他一眼，这小子傻是傻了点，但也真是讲义气。一开始隐藏身份，一方面是不想天天被人舔，另一方面也是想更好地观察人心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带着刘正奇去了万象城的 Rolex， 看了眼价格后，刘正奇倒吸一口凉气，小声嘀咕：“我是要请你吃饭，你带我来看劳力士干嘛呀？把我卖了也买不起，看看呗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快表吗？”我自顾自地看表，刘正奇拉着我就往外走。一块表最少几万块，快抵得上我3个月工资了，几十万而已，小意思啦，哥们送你。刘正奇瞪大双眼，以为我被吓到脑子出问题了。正当我打算让柜姐把一块绿钻表包起来时，突然出现了2个熟悉的身影：林瑞达和我女朋友夏心柔。不是说去和闺蜜开 party 了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亲密地挽着林瑞达的手。原本对我们爱搭不理的柜姐一下子变得无比热情，谄媚地走上前：“林少，您来了，刚到了一批好货，我都给您留着呢。”长见识了，第一次被柜姐冷落，之前都是我挑好表让柜姐送到家里的。刘正奇看了看我头顶，抛给我一个节哀的眼神：“哟，穷鬼也来逛奢侈品店了。”林瑞达显然是看见了我，满脸的轻蔑。我对上了夏心柔震惊的眼神：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我没回，明知故问：“你不是跟闺蜜去开 party 了吗？”闻言，林瑞达搂紧了夏心柔的腰，挑衅地看着我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柔柔。你该不会认识我女朋友吧？”我冷笑一声。部门应该没人不知道夏心柔是我女朋友吧？夏心柔是我们公司的前台，年薪近100万的工作竞争还是蛮激烈的。当初要不是我找了关系，夏心柔不一定能进得来。再跟她谈不久，我就想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，可我妈不同意。我不反对你跟一个家世普通的女孩结婚，但前提是她经得住考验。要是她能5年不变心，我就不反对你们结婚。当时的我自信满满，拍着胸脯保证我跟夏心柔一定会走到最后。没想到现在会被啪啪打脸，我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冷冷地看向夏心柔：“她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夏心柔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：“对不起，其实我早就想分手了。怕伤害你自尊，知道阿达的出现给了我勇气，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我看不是阿达的出现给了你勇气，是钱给了你勇气。跟他在一起3年，他一直说我是幸运星，心心念念的 offer 拿到了，随随便便中奖几10万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哪怕是装穷，老子从来没有亏待过他。算我瞎了眼，错把渣女当作宝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早早看清了她的真面目，省得以后再吸我的血。林瑞达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怎么一股酸臭味啊？现在什么东西都能进店了吗？”柜姐秒懂，做事要把我和刘正奇轰出去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好歹我们是客人，被这样区别对待。要是刘正奇那样的好脾气，也难免不满。柜姐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假模假样的道了个歉：“真是对不起了，林先生是我们的 VIP， 本来就享有包场权利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谁告诉你我不是 VIP？” 言罢，我掏出手机，给一直负责我买表的劳力士经理打了个电话：“林少爷，我这刚到了一批货，正想送过去让你挑选呢。”经理依旧是那么热情似火：“
不用了，你们的柜姐正要赶我走呢。什么？哪个区的柜姐？我马上过去。我瞟了柜姐一眼，冷冷道：万象城2楼。林瑞达看着我，突然来了气：你他妈有完没完啊？真以为这招每次都有用啊？上次只不过是老头临时下了命令，你才侥幸没被裁员。既然是穷屌丝，就有点穷屌丝的自觉好吗？在这装什么富二代呀？夏心柔翻了个白眼，讽刺道：在一起2年，你是什么家庭我也知道，没必要在这儿硬装，只是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，到头来还不是要被打脸，幼不幼稚啊？我从容一笑：在一起2年，呵，不好意思哈，你还真不清楚我的家庭。听见我重复在一起2年，夏心柔眼中闪过一丝尴尬和恼怒。你一个穷光蛋，跟你在一起2年已经够意思了，你连阿达一根头发丝都不如。林少爷，一道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，所有人扭头看去。柜姐看清来人后大感意外，战战兢兢地开口：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经理没理会他，径直走到我跟前。都怪我没教好手下员工，怠慢了林少爷。我摆摆手表示没事。经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冷脸对着柜姐：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再来上班了。柜姐满脸诧异，林瑞达也懵逼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经理：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才是林少爷啊！经理上下大亮了他一眼：你是哪个林少爷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柜姐赶忙解释：他是咱这的 VIP， 星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经理嗤笑一声，看向懵逼的柜姐：谁告诉你他是星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的？经理恭敬地看了我一眼：据我所知，星海集团董事长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这位林少爷。这句话如同一个重磅炸弹，林瑞达3人彻底傻了眼，刘正奇也瞪大眼睛看着我。我懒得再搭理林瑞达他们2个了，拿出黑卡结了账。经理恭恭敬敬地把我和刘正奇送到门外，走出去好远，刘正奇才合上嘴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你真是咱董事长的儿子？我耸耸肩，无奈道：我之前暗示过你的，是你自己不信的，不怪我，我怎么可能会相信？老天爷呀，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我的同事居然是豪门少爷。下一秒，刘正奇又看着表，自顾自傻乐起来：哥们攀上你，都是哥们应得的。原本还想着以后提拔他当个领导当当呢，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，脑子不好使。自从出了商场后，夏心柔就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免打扰。刘正奇拍了拍我的肩，故作老练：男人嘛，多少都会沾点绿的，失去了你是他的损失，往好处想想，最起码你不用被他坑钱了。刘正奇这番话点醒了我，在夏心柔又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，我接了，刚一接通，就听见夏心柔的哭声：阿焕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。打住！我冷冷地打断他的话：我给你1天时间，从我买的房子里搬出去，要是你不搬的话，就等着被扔出去吧。说完，我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。刘正奇给我比了个大拇指：林哥威武，一个绿了我的拜金女而已，我还不至于放不下。回到别墅后，我妈来了电话：怎么了？今天一整天都在搞交接，没注意到你的电话。妈，你觉得我爸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？话到嘴边，我还是选择委婉地开口。妈妈语气疑惑：没有啊，还是每天都会给我报备，挺正常的。自我记事以来，我爸跟我妈就是模范夫妻。我妈性格要强，我爸温和心细，俩人刚好互补。要不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
我怎么也不会怀疑我爸出轨。我们部门最近空降了个经理，自称是董事长的儿子。我爸的反应也挺不对劲的，建议查查。我妈沉默了2秒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平静的语气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有点心慌。妈，要是我爸真出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离婚，把他赶出公司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我默默地替我和我爸捏了一把汗，希望一切是个误会，要不然他被赶走，我就得被迫接受董事长的职位了。想想就头疼，还想趁着年轻再混几年呢。第2天一早，我到了公司，工位上摆着早餐，刘正奇殷勤地帮我拉开椅子。林哥请坐。我笑骂了一声，让他收着点儿，我可不想学某个暴发户。说曹操到。林瑞达拿着一杯咖啡走到我面前，他脸上早就没有了之前的那份高傲和不屑，取而代之的是谄媚和讨好。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看到这一幕，他的一群狗腿子都惊掉了下巴。林经理，你……李傲成没忍住问出声。林瑞达脸上闪过一丝愤怒，住嘴！之前就是你故意挑拨我跟林哥的关系，害得我跟林哥产生了些误会。你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定，明天你就可以收拾收拾东西滚蛋了。李傲成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脸色难看至极，但又不敢发作。其他人见状也悻然地闭了嘴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，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。我轻笑一声，林经理说得对，张傲成确实违反了公司的规定，不能再留。看见我认同了他的话，林瑞达紧绷的神色一下子舒缓了不少。我话锋一转，继续道：不过违反公司规定的不止他，还有你。林瑞达肉眼可见的惊慌，冤枉啊！都是张傲成故意挑唆我本意不是那样的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李傲成也猜到自己肯定会被开除了，干脆不装了，对着林瑞达破口大骂：冤枉个鸡毛啊！你要不要点闭脸？我干的那件事不是你指示的，现在把这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是吗？你问问王志华、刘强新他们，要不是为了讨好你，我们会针对林瑞达。被李傲成提到的2个人默契地低下了头。我摆摆手，阻止了李傲成接下来的话。你说的也有理，林经理识人不清，用人不明，也该被开除。我给人事部总监打了个电话，2分钟后他就过来了，笑着朝我点了一下头，随后面无表情地递给林瑞达和李傲成一人一份辞退书，签个字，收拾收拾东西离开公司吧。林瑞达死死捏着辞退书，是谁下的命令？董事长。简简单单3个字，彻底断了林瑞达的念想。他跟李傲成如丧家之犬一样，抱着自己的箱子，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。剩下的一帮人再傻，也意识到了我的身份不简单。我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说我是董事长的儿子。至于为什么隐藏身份跟他们做同事，那是因为我想要从基层做起，锻炼一下自己。曾经出言讽刺过我的人，恨不得当场给我磕头道歉。办公室里，看着战战兢兢的众人，我平静地开了口：不用这么紧张，虽然你们之前的行为让我有点失望，但也能理解，都是为了生活。在座各位都是有一定实力的，我暂时不会开除任何一个人，一切到了年底再说。若年底业绩不达标，就公事公办。听见我这么说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一个个的都保证一定会好好干，绝对不会辜负我的信任。晚上，老宅内，我爸正跪在地上忏悔，祈求我妈的原谅。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，我爸在跟我妈谈恋爱之前，有个女朋友，
当时她跟我爸分手时怀了孕，但没告诉我爸，一个人偷偷生了下来，又一个人养大了。那个私生子就是林瑞达。我爸说，林瑞达大我5岁，我是他跟我妈在一起后第3年生的，有2年空窗期。他是真的不知道林瑞达他妈怀孕了，要不然也不好意思跟我妈在一起。直到1年前，他才知道林瑞达的存在，害怕我妈生气，所以一直瞒着。这个理由好像还能接受。我观察着我妈的神色，那你把他安排进公司是怎么回事？还欺负到咱儿子头上？老婆呀，这个我事先是真不知道，咱儿子跟我说后，我就把他开了。说完后，我爸他疯狂朝我使眼色，我点头，这点我能作证。林瑞达确实被开了，见我妈还没原谅他，我爸继续忏悔解释，我对天发誓，余生只爱老婆一人，绝对不会动任何歪心思。我爸还准备了一份合同，只要离婚，便将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我妈。他净身出户，又哄了老半天，我妈才消气了。我悄悄给我爸比了个大拇指，也暗自松了口气，幸好不用过早继承公司了。我一直觉得夫妻双方的相处之道就是如此，一方愿意低头解释，一方愿意包容。所以当夏心柔突然对我冷淡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心情不好，没想到她是攀上了大款，不愿意搭理我了。我是 Joker。第2天上午，我刚从公司出来，就看见了守在门口的林瑞达。见到我后，低头哈腰，满脸谄媚，再也没有了董事长儿子的那份高傲。我已经让夏心柔滚蛋了，都是那个贱人主动勾引我。我事先不知道她是你女朋友，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不敢啊。看在咱俩同一个爹的份上，你就饶过我这一回，恢复我的职位怎么样？原本还想欣赏一下他的演技呢，直到听见那句咱俩一个爹，我快恶心吐了，赶忙摆了摆手，别在这恶心我了。你放心，星海集团名下所有的公司，你永远进不了。林瑞达气急败坏，做事要给我一拳，还没等我出手，身后的2个保安就冲出来，把林瑞达按住了。俩保安还不忘笑呵呵地冲我打招呼：“少爷好。”我扶额，看来又要回到被人追捧的无聊日子了。下午，我准时准点地去收房了。夏心柔拉着她的行李，可怜兮兮地求我：“阿焕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不配跟你在一起。毕竟我连你的林瑞达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呢，你还是找他去吧。”夏心柔眼眶蓄满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多大委屈。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从他的话里，我得知，在我把林瑞达开除后，林瑞达气急败坏地给了他几巴掌，还把之前送给他的包包首饰都要了回来。真不愧是林瑞达，还把东西都要回来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些年，我花在夏心柔身上的钱少说也得有80万，算了，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吧。我非但没有原谅他，还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你现在也知道了，我是公司董事长儿子，你现在的工作相当于走了后门，我会安排 HR 对你重新考核。要是过了的话，你就留在公司；要是没过，就请你另谋高就。说罢，我不再看夏心柔一眼，转身进了屋。2天后，考核结果出来了，夏心柔没过关，被辞退了。她又可怜巴巴地找上我，求我原谅她一回。我干脆利落地把她拒之门外，并警告她，再来找我的话，就报警告她骚扰。自从身份暴露后，没有了装穷的乐趣，我也懒得去公司了，干脆带着吉他去小酒馆驻唱。晚上8点，我收工回家，
路过一个拐角时，一个人影忽然冲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。他蒙着面，我以为遇上抢劫的了，有点小紧张。直到他开口，我瞬间就不紧张了。林警焕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嘚瑟个什么？这里没有监控，给我转100万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我朝他勾勾手，挑衅一笑，示意他尽管过来。要是专业的劫匪，我可能还会担心。至于林瑞达，垃圾一个，真当老子10年的散打是白练的呀？林瑞达显然是被我激怒了，举着匕首就朝我扑过来。去死吧你！我当即就是一脚正中腹部，林瑞达被踹倒在地，匕首飞出去5-6米远。林瑞达痛呼出声，捂着腹部倒地不起。我漫不经心地踩住他的手腕，骨头碎声伴着林瑞达的惨叫一并传来。没有监控是吗？那我可太喜欢了。等到他疼到几乎就要昏厥，我面不改色打了110，告诉接线员这边有人持刀行凶。警察很快赶来，带走了我和林瑞达。我告林瑞达故意杀人未遂。他醒来后仗着没有监控，反咬我一口。警察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明明是他抢劫，还把我打成这样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淡定地掏出手机播放录音。林警焕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嘚瑟个什么？这里没有监控，给我转100万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去死吧你！自从他刚出现，我就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，以防万一。听到这些后，林瑞达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录音是吗？我轻笑一声，打断他的话，因为我不仅投了个好胎，还长了个好脑子。警察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幸亏你聪明，要不然我们还真不好处理。1个星期后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，林瑞达以故意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其实本来不该这么重的，但我使了点小手段，伪造了一张伤情鉴定书，成功给林瑞达增加了2年吃牢饭的机会。就他那样放出来也是危害社会。夏心柔倒是没再来找过我，这让我感觉有点奇怪。直到那天，我在社会新闻上看到了他，经过多方打听，真让我开了眼了。在被公司开除后，为了生计，夏心柔只能找新工作，四处碰壁后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前台的工作。他嫌弃上班时间长，工资还低，辞职不干了。也是，我们公司前台年薪近100万，福利待遇又好，普普通通的小公司，月薪可能就4-5千。人都是这样，经历过好的，就很难再接受差的了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会选择自甘堕落，最后因为一个男的带了兄弟来玩，却只付1份钱。夏心柔一气之下报了警，这是太过于炸裂，还登上了社会新闻。对此，我只能说很难评。不上班以后，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背着吉他四处旅游，走走停停，弹弹唱唱。我爸妈也默许了我这种行为。直到我29岁，我爸把我从云南小酒馆揪了回来，要我学习如何管理公司，美曰其名。2年后，他要跟我妈去世界各地旅游，就把公司交给我了。我仰天长啸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